天水古称秦州，是中国甘肃下辖的地级市，位于甘肃省东南部，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文化名城，有2700多年的建成史。著名的地产商潘石屹就出自于天水，他还曾经在网上帮助家乡销售过天水的苹果但就在这2天，天水发生了一件令人揪心的事件——甘肃天水幼儿园血铅异常事件。我是天水鹤石幼儿园受害者家长，现在已经去了2个医院了，等检查结果，礼拜一会出检查结果。他说：“医生，我求求你了，你不要给我扎针，我不杀针。”我跟小孩2个同时检测的我的是25.6，我家娃是305。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王。这几天这个事件就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因为受害者的是社会最珍视的群体——孩子们。今天一起来梳理一下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那些还没有揭开的疑问。先带大家回顾一下整个事件的时间线这所幼儿园叫做麦积石鹤石培新幼儿园，是当地的一家私立幼儿园，大约有260多个孩子一年学费是1万多，保育费3500，一个月的伙食费360。在平均收入水平并不高的甘肃这样的费用在当地肯定算是比较贵的。家长们本来以为花这个高价钱能让孩子得到更好的照顾，却没有想到遭遇了这样的事件这个事件它并不是一夜之间爆发的，根据家长的反映，早在事件正式爆发前的一段时间，他们的孩子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异常症状，比如有些孩子出现了恶心、腹痛、腿痛和肚子痛的症状。更让家长担心的是，一些情况比较严重的孩子甚至出现了牙齿变黑的情况，就是那个铅线，后面我会讲这个铅线。7月1号，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公安分局接到群众的反映，查获了一起某幼儿园违规使用添加剂导致部分儿童血铅异常的案件。在此之后第2天，紧接着7月2号，根据家长们的反映，天水市麦积区方面安排涉事幼儿园进行了集体抽血检查，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但是家长们并未拿到纸质的检测报告，只是通过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电话通知得知了结果，就是说这个检查了，不给纸质结果。紧接着7月4号，情况进一步明朗，根据新闻的报道，已经有超过50名幼儿园的儿童在西安市中心医院进行了抽血检测，其中19名儿童已经在该院住院接受治疗，其余的幼童目前均在居家观察。40个小朋友的血铅值大于100微克，远远超过了正常值，部分儿童甚至超过了400微克，已经显示铅是重度中毒了，还不是轻微，而是重度中毒。现在已经有200多份样本送到了省疾控中心进行复查，相关专家和有关部门组成了联合工作组。这件事情也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这家幼儿园成立于2022年，法定代表人叫朱静林，注册资本50万元，业务范围是日托制的学前教育。那根据进一步查询，这家幼儿园的实际控制人叫李慧芳，法人代表朱静林是他的亲属。李慧芳目前在天水市一共拥有4家幼儿园，也就是他还有3家这说明这已经不是一个小规模的个体经营了，而是一个有着一定规模的幼教集团。如果他真的是系统性的使用了含铅的添加剂，那么受害的孩子就可能不只是这一家幼儿园的学生。那关于其他几所幼儿园，现在还没有更多的信息披露，是否有血铅异常还不知道但是估计其他3家幼儿园的这个家长现在也都非常慌乱，应该都会带孩子去做相应的检查。先来了解一下金属铅对人体的危害铅它是一种重金属，对于人体有很强的毒性，特别是对儿童。即使是对低浓度的铅暴露，也可能导致智力低下、注意力不集中、行为异常等等问题。而且铅中毒的影响，它往往是一种不可逆的。根据研究，儿童血铅每升高10微克每升 ，IQ 就有可能下降4到7分。也就是说，本来有可能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接触了铅，从此就有可能变得反应迟钝、注意力涣散、学习成绩开始下滑。这种变化可能还是不可逆的。那有的孩子还会出现注意力的缺陷、多动症的倾向、情绪不稳定，甚至有攻击性行为的增加。有学者还发现，童年时期铅暴露和成年后的犯罪率升高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相关性。除了智力问题之外，铅还会影响孩子的身体发育，比如干扰钙和铁的吸收，
造成贫血和骨骼发育的不良，孩子就可能看起来面色苍白，容易疲倦，身材比较矮。长期铅暴露还可能损伤肾功能，甚至影响免疫系统，导致抵抗力下降。那判断一个孩子是否血铅超标，最准确的方法就是抽血检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血铅浓度低于5微克每升是相对安全的，但实际上铅在儿童体内是没有安全阈值的，也就是说越低越好，最好是测不出来。如果一个孩子的血铅在5到10之间，属于轻度升高，已经要引起重视。如果超过10，就是中度，需要进一步的医学干预。如果高于45，通常就要进行药物的治疗了。如果血铅水平高于70微克每升，已经属于重度血铅中毒，可能会危及生命，需要紧急住院处理。在甘肃天水的这起事件中，一位孩子的家长尹女士向记者表示，和她孩子一同来做检查的同学几乎都有血铅异常，最高的有400多微克每升啊。那你刚才说5微克以内算是正常的，这400微安全克实在是太高了。对，大家想想这个数字有多恐怖吧。那么这个事件啊，有太多的疑问需要解答了哈。第一个疑问就是，那这所幼儿园呢是2022年成立，已经运行了3年，那为什么现在才发生铅中毒事件？是因为最近才开始使用这个含铅的添加剂，还是说之前也使用了但没有被发现，或者说最近更换了供应商，还是说这个铅中毒是要经过多年的累积才会发现呢？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铅中毒。这个铅中毒啊有2种情况，一种啊是急性的铅中毒，一种叫慢性铅中毒。急性中毒就是说一次性的这个摄入量过大，比如他突然使用某种含铅量很大的某种添加剂，导致这个血铅就快速升高。另外一种就是慢性中毒，比如这家幼儿园哈，它是2022年开始正式运营，那孩子呢每天在这里吃2到3顿饭，如果是食物中的添加剂或者是餐具有超标的这个铅，那铅的含量每次摄入的量并不高，就不足以造成这个急性中毒。但是就是这么每天一点点，每天吃，1周啊5天或者7天在幼儿园吃，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铅呢就会在孩子体内悄悄地积累起来。那么根据网上披露的一些孩子的照片，就是有些孩子在牙龈靠近牙齿的边缘会出现一条细细的蓝黑色或者灰黑色的线条，这个医学上叫铅线。这不是牙齿本身的颜色变了，而是这个铅通过唾液中的硫化物和口腔中的细菌代谢物发生反应，积累在这个牙龈黏膜之下，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可见的一个标志。这种铅线的出现，一般就说明这个体内啊已经是有较长时间的铅的积累才会出现，那么它就是一个慢性铅中毒的一个经典体征。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应该是幼儿园期间长期就暴露在铅污染的环境中，或者说所吃的食物中含有超标的铅，慢慢积累就导致了这种情况。令人扎心的是啊，这种情况其实本来应该在儿童中相对少见，更多是常见于长期接触这种铅粉尘的成年人，比如在冶炼厂或者蓄电池厂工作的工人，但是居然在幼儿园出现了。儿童啊，他对铅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成年人的。一个成年人如果摄入铅的话，那大概只有10%会被吸收，而90%都会被直接排出。但小孩就可以达到40%到50%被吸收，那他们的代谢铅的能力就很弱。这就意味着铅一旦进入了儿童的身体，就会慢慢积存在骨头或者大脑里，就慢慢沉积，逐步就会影响神经系统的发育。在摄入铅的早期过程中啊，没有疼痛，也没有呕吐也没有发烧。那孩子该吃吃，该玩玩，可能只是注意力不太集中，有点好动，学习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家长一看还以为啊，这孩子可能是天生的调皮或者是个性活泼，直到多年累积之后，在2025年爆发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幼儿园这个之前它没有爆发这种现象，因为这个幼儿园是2022年才成立嘛。那这个铅中毒需要这个累积过程，有的要2到3年的时间。根据目前的报道就所有的这个血铅中毒的幼儿目前都是来自于麦基什贺什培新幼儿园这一家幼儿园。虽然这家幼儿园的实际控制人他目前拥有4家幼儿园，但目前还没有报道其他3家幼儿园也出现类似的问题。这个信息其实挺重要的这说明幼儿园的实际控制人他虽然应该也是难逃责任，但应该不是他主观受益，在儿童的食物中所故意添加一些类似于情绪稳定剂之类的铅超标的东西。这个后面有网友分析我会讲一下，在这个实控人名下的多家幼儿园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嘛，但没有嘛。所以警方现在应该针对幼儿园的实际的管理者，还有幼儿园的这些老师进行重点的盘查。所以也有网友就怀疑，就说那管理者或者老师有的就觉得孩子比较吵闹，希望用一种什么安神汤的方法让孩子能安静下来，
他们有这个动机去添加一些什么添加剂、安神糖，也可能是这个案件的最大嫌疑人。以前我们在网上也看过一些视频啊，就有些保姆她可能会偷偷的给孩子喂安眠药之类的东西，让孩子不哭不闹啊，就知道睡觉，这个真是让人又可恨又可气。现在我们来聊聊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发生铅中毒？这些孩子到底接触了什么？从官方目前通报来看，这起事件目前就是说违规使用添加剂导致部分幼儿的血铅异常，但是具体是什么添加剂，为什么要违规使用，这些关键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答案。有报道称啊，就是说那个制作面点的时候长期使用了含铅的非法添加剂，伪装成了一种叫什么改良剂，说这种面点改良剂啊是那种无证的作坊生产的，每公斤只有12块钱，用于三色发糕、玉米包等等，铅含量严重超标，成本仅为合法添加剂的15%啊。那这几天呢，网上又出现了一个令人非常毛骨悚然的猜测，就是令人最愤怒的一种可能性。有些网友啊就猜测说，幼儿园可能给孩子们喂食了含铅的安神剂，目的是让孩子安静下来，方便管理。如果这个怀疑最后调查出来是真的，那就不是简单的食品安全问题了，而是故意伤害儿童的恶性犯罪案件。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对人性底线的认知了。有网友在知乎上就分析说，想象不出什么添加剂能让幼儿园的孩子血铅能达到数百微克每升，不排除啊，就为了让闹腾的孩子安静下来，而使用了传说中的那个清朝的清廷用那种含铅白砂，也就是醋酸铅的安神汤。这听着有点毛骨悚然啊！如果真是清朝使用，那不排除他们有可能是后宫酷刑用的，或者说那个时候就是不懂，大家知识落后。对，这应该是知识落后，不是不懂。据说这个安神汤当年都是给小皇子吃的。这种猜测并不是空穴来风哈，就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使用这种含铅的物质来安抚孩子的做法。古代有些人就会使用含铅的物质来让闹腾的孩子安静下来，但这种做法是极其危险的。当时啊，古代人是不懂的，不懂重金属的危害对神经系统的危害，这个会造成一种不可逆的伤害。如果真的有人在现在还使用这种方法，那就真的是完全的丧心病狂。我们无法想象有人会为了自己的一些管理的方便，故意给无辜的孩子喂食这种有毒的物质。不过呢，从目前的综合信息以上来看，我认为就大概率可能还是为了图便宜，使用了含铅的添加剂。因为甘肃啊，它是一个吃面的大省。这个幼儿园呢，它是包1日3餐的，那餐食中就一定会包含大量的面食，那就有可能啊，这个管理者或者采购的人员就为了图便宜或者吃差价，他就购买了比较便宜的这种成本呢只是合法添加剂的15%左右的非法添加剂，从而导致了慢性中毒。如果真的是安神汤的话，那按道理应该是剂量会更大那就不是2025年才会发现，而是早就会发现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啊，就是让家长们非常担心的，就是当地检测结果他们不信任了。有家长就反映说，当地的检测结果和他们后来跨省的检测结果是不同的。一位王姓的家长就说幼儿园提供的检测结果显示，部分幼儿是正常，部分是超标。和西安中心医院的检测结果相比呢，幼儿园提供的这个检测数值普遍偏低。一位家长就告诉记者说，他的孩子在西安的中心医院检测血铅浓度呢是292微克每升，而幼儿园给出的检测结果呢是248微克每升，就分别对应了中度中毒和轻度中毒。这个幼儿园呢，有些家长就被告知说，他们的孩子的指标在正常范围之内，但他们肯定不放心嘛，就依然选择了跨省到西安进行复检。显而易见，现在家长都已经是惊弓之鸟了。现在在网络的讨论中也有一些网友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会不会是竞争对手恶意投毒？这种猜测虽然现在听起来有点阴谋论但在商业竞争的这种激烈环境下，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特别是考虑到幼儿园的实际控制人他拥有了4家幼儿园，在当地幼教市场也有一定的份额了，确实可能存在一些商业的竞争。如果真的是竞争对手恶意投毒，那这又是一起极其恶劣的刑事案件，不仅涉及到商业竞争，也是对无辜儿童的故意伤害。不过目前这只是一个猜测，缺乏实际的证据，需要警方的调查来进一步明确。另外我前面讲过，从有些儿童的牙齿的牵线来看，这应该是一起慢性中毒事件。那么竞争对手投毒的可能性呢，就应该相对降低了，因为一般这种故意投毒1次、2次、3次你是有可能的，他不可能长期的去投毒，是吧？所以呢，竞争对手故意投毒的概率现在看是比较低的。
关于孩子们治疗哈，很多人就非常关心一个揪心的问题，就这些孩子现在血铅超标了，还能不能彻底治愈，能不能完全治好，不留什么后遗症？如果呢是轻度的铅中毒，发现的早，脱离铅源，配合营养的干预，大多数的孩子可以恢复正常的发育轨道。但是如果是中重度的中毒，尤其是在3岁到6岁这个大脑发育的关键期遭遇了铅暴露，可能就会造成一种永久性的损伤哈，比如语言的发展滞后、学习障碍、注意力缺陷等等。这些问题可能在小学甚至在中学阶段才会逐步的显现。有的孩子可能就是表面看着没事儿，但在认知啊、情绪、社会适应等等各方面会比同龄人落后一步。而这些损伤一旦形成了，现有的医学手段还是无法完全逆转的。血液里的铅是可以清除的，但大脑受损的这些神经元就无法修复了。再强调一遍，铅中毒对儿童的影响是终身的。这些幼儿园的孩子恰恰就是在3到6岁这个关键期，所以这起事件中，无论是故意的凶手还是疏忽的责任人，都应该受到严格的惩处，因为这些人啊，他们影响的是这些孩子一辈子。后续对这些血铅超标的孩子的治疗主要就是2种哈，一个就是营养干预，第二个呢就是药物治疗。首先呢，就要多吃富含这个铁、钙、锌、维生素 C 的食物，这些营养素呢可以减少对铅的吸收，促进体内铅代谢出去，对清除体内铅有一些帮助。那第二呢，就是药物治疗，也就是所谓的螯合剂。螯合药物呢，就能把体内的这个铅来夹住，然后通过尿液排出。这些药物呢，本身呢，当然它们有一些副作用，对这些孩子本身的身体又是另外一种伤害。除此之外，还需要定期的监测血铅水平，做智力方面的评测、语言能力的评测、运动发育评估等等。因为这些损伤嘛，刚才我讲了，是慢慢才会显现的，必须长期进行追踪哈。这些孩子呢，他们本来应该在幼儿园里快乐的成长，现在却遭受了本不应该承受的痛苦。铅中毒对儿童的伤害呢，又可能是终身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当下的健康问题而是关系到这些孩子未来的严重问题。他们人生的起点现在就遭受到了重挫，这让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不得不愤怒。说句题外话哈，我每次看到这个重金属的中毒事件，都会让我想起当年他中毒的朱令。朱令现在已经远去了，而凶手依然逍遥法外。现在看，除非他当年的室友能够在老年的回忆录中良心发现，披露当年的一些事实，否则这个真相已经无法再见天日了。朱令事件已经注定会成为清华园抹不去的历史疮疤。希望甘肃天水幼儿园的血铅异常事件真相能够大白于天下，责任人或者凶手受到最严厉的惩处。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